屏幕前的你喜欢折叠屏吗？用过折叠屏吗？买过折叠屏吗？之所以我会这么问，是因为折叠屏的火呢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主力机。那我现在的主力机是一台折叠屏吗？不是，是一台 iPhone 16 Pro。那我现在要把主力机从苹果换成折叠屏吗？也不是，而是要为我的 iPhone 16 Pro 寻找一台折叠屏搭子，从而成为一名尊贵的双持用户。目前我的选择对象主要有3台 OPPO Find N5、vivo X Fold 5和荣耀 Magic V5，都是今年最新的旗舰折叠屏手机。它们现在的售价和核心配置我都打在屏幕上了。之所以选这3台呢，我也是有一些考量的。根据2025年第2季度 IDC 统计的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报表，大致可以归纳为华为和其他。光华为一家就占到了72.6%，三折叠更是直接成为科技硬通货，一机难求。考虑到我和华为折叠屏的用户画像格格不入，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其他的品牌就多了，主要有小米、OPPO、vivo、荣耀、三星这些。小米今年呢，干脆不做大折叠了。三星遥控板的外观我不是很喜欢，挑到最后呢，也就剩下这3位实力选手。又恰好他们各家厂商呢，也都有一个大动作，拥抱苹果。你看，这不就一拍即合了吗？就外观设计而言，我没什么要求，简洁耐看就行。恰好这3台手机呢，也都符合。你们觉得谁好看，也可以发在弹幕上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。折叠屏和直板机一样，也分直角和圆角。这3台里 vivo 是圆角 ，OPPO 和荣耀是直角的。另外，这3台折叠屏的背板材质也不一样，用 AG 玻璃的 vivo X Fold 5质感看上去会更好，用玻纤的 OPPO 和荣耀会更加的轻薄且不沾指纹。不过这些外在条件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这是这3台折叠旗舰对外宣传的 slogan， 落脚点都在俩字儿：轻薄。反正也不管发布先后，都说自家是全球最轻最薄，我也把它们各自最轻最薄的版本整理了出来，大家做个参考。至于我手上这3台折叠屏，我们也实际测试了一下。荣耀最轻222.8克，OPPO 最薄，折叠状态下8.6毫米，展开状态下4.2毫米。接下来说到折痕了，那没有折痕还叫折叠屏吗？我们在相同的位置打了一个侧立光，很显然都能看到它们比较清晰的折痕，区别无非就是折痕的深浅。折痕最浅的可能是 OPPO， 最深的是 vivo。其实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目前的折叠屏呢都做得很轻薄，折痕呢也控制得非常好。厂商卷就让他们卷，我们只需要挑一个合适自己的就行，没必要太在意毫米之间的差别。我可能比较在意的还是功能性方面的体验。折叠屏的这块屏幕有多重要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屏幕手动亮度、激发亮度、调光策略、显示效果，我们呢都测试了一遍。手动亮度3家都差不多，户外测试全局激发亮度是荣耀 Magic V5 反向虚标，实测内外屏的激发亮度能达到1600尼特左右，但持续时间较一个短。OPPO Find N5 在同一场景下多次测试内外屏都没能成功触发激发亮度的阈值，相对比较均衡的就是 vivo X Fold 5了。全局激发亮度呢虽只在1100尼特左右，持续时间明显长于荣耀 Magic V5。在频闪的调光策略方面，荣耀 Magic V5 在高亮度条件下采用的是4320赫兹的 PWM 调光，亮度低于68尼特左右后采用的是类 DC 调光。OV 两家的调光呢，则是在高亮度条件下采用的是2160赫兹的 PWM 高频调光。对频闪敏感的用户呢，可以直接选择荣耀。在可视角度的测试中，3台手机呢都只有侧倾角度稍大的条件下才会有明显的偏色。OV 的屏幕边缘有些发绿，荣耀的则有些偏红。分屏功能呢，可以说是折叠屏灵魂的具象化。有了分屏，摸鱼岂不是更有效率了？不是？
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基础双应用分屏。OPPO Find N5是通过双指下滑创建分屏，会出现一个切割的动画，属于比较符合直觉的设计方案。vivo X Fold 5呢是通过3指上滑分屏。荣耀 Magic V5 则是在底部 Dock 栏中新增了一个快速分屏按钮，点击之后呢，再点击想要分屏的应用，可以快速开启双分屏。当然，它们各自还有其他的分屏方法，也都支持唤醒各家的 AI 语音助手来辅助双分屏。不过，像 OPPO 和荣耀的系统在识别到2个应用之间互切了3次以上，系统会弹出建议分屏的提示窗口，甚至你还可以利用 AI 语音助手打开3分屏，进入多任务处理的操作 UI。说到3分屏，荣耀 Magic V5 的3分屏不仅适配横竖屏应用，应用的显示内容呢还能自适应窗口的大小。但目前 OPPO 的3分屏也被称作 AI 全景虚拟屏，以放大一个主应用窗口显示为主，2个次应用为辅，只是还做不到像荣耀那样随意调整任意应用比例。比起两者的创新 ，vivo 直接照搬了苹果的台前调度功能，从屏幕右下角向内滑或者点击 APP 顶部菜单，就能快速进入原子工作台，所有应用都是实时状态，还能单独调节每个应用的声音。除了多应用的分屏，单应用的适配也是折叠屏的重点。测试下来呢，这3台折叠屏的大多数应用适配呢都能跟得上，除了少数的一些应用还需要做相应的优化，比如我们在使用微博去到任意博主的主页视频栏目下，会发现这个页面只有荣耀做了完美适配， OPPO 和 vivo 没有完全适配。再打开王者荣耀，会发现只有 vivo 做了更适合操控的直板机比例，而 OPPO 和荣耀只有大屏比例。成为苹果的双机搭子，势必需要把折叠屏和苹果之间打通，实现跨生态之间的兼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看一下苹果和它们之间的兼容性到底如何。在我看来，甭管他们吹的有多牛，在实际应用中呢，目前还是需要一些学习成本的。比如在实现跨端交互这一功能时，是需要下载相应 APP 辅助的。手机端3家都要下载对应的互传 APP。目前3台手机和我的 iPhone 16 Pro 传实况照片、视频都没有什么问题。Windows、Mac OS 端 OV 2家也都要下载对应的办公软件，荣耀也有，但目前只支持荣耀电脑。在 PC 端打开欧加互联和 vivo 办公套件，都可以实现对手机文件的快速管理，也可以实时编辑便签或者笔记。但是在查看视频时 ，OPPO 能做到秒打开，但 vivo 需要加载一会儿才能打开。相比较于 OPPO、vivo 做得好的一点是，将手机投屏、屏幕扩展、键鼠协同、小微等功能都整合在了 vivo 办公套件里，调取呢十分方便。就是目前屏幕扩展和键鼠协同具体使用起来还比较卡，不信你看这个延迟。说到 OPPO 呢，想要实现跨屏互联，还得另外下载一个跨屏互联的软件，而且这2个软件还不能同时登录。难场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呢，关键呢它还做了 AirPods 和 Apple Watch 的适配，连接后 AirPods 也能上岛了，手机也能看到 Apple Watch 的数据了 ，iPhone 用户直接能够无缝衔接。接着我们来看看这3台折叠屏的影像能力。要知道，在折叠屏一心向薄的内卷下，相机很难有发挥的空间。我也拿这3台折叠屏外出拍摄了一些样张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更喜欢谁的照片。广角来说 ，OPPO 和 vivo 的进光量更足，色彩更自然。主视这张，我个人比较喜欢 OPPO 大于荣耀大于 vivo。OPPO 和荣耀的色彩更符合人眼看到的，更自然。OPPO 看上去阳光更足，而 vivo 的感觉颜色有点过于饱和了。3倍长焦下，成像素质都不错，可能在调色策略上有些许区别。无论超长焦还是长焦微距 ，vivo 的成像素质还是感觉较强一些。人像方面呢，我可能也更偏向于 vivo。续航和充电方面，我们也进行了测试。要说电池最耐用和充电最快的，可能是 OPPO， 谁让它只有5600毫安时了。不过总体呢也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。另外我们再提一嘴性能哈 ，OPPO 和荣耀都用的是高通骁龙81，只是一个是7核阉割版，一个是8核满血版，就属 vivo 比较拉垮了，用的是骁龙8金3。不过折叠屏本身也不是说主打性能，介意的就另说了。
OK， 总的来说，这些年来各家折叠屏厂商开始抢占苹果用户，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再添置一部国产折叠旗舰作为双机搭子。那我作为 iPhone 用户之一，体验完这3台折叠旗舰，到底有没有被说服呢？说实话，多少是有点心动的。毕竟左手一苹果，右手一折叠屏，就拿和苹果之间的兼容性来讲，毫无疑问 ，vivo 是这3台中骚操作最多的，也是最能让你从苹果无痛过渡到折叠屏的。但屏幕的素质还有折叠屏的大屏交互体验同样重要，这方面荣耀和 OPPO 就比较有优势了。那我也想知道，如果你是一名 iPhone 用户，你会选择哪一台折叠屏当双机搭子呢？欢迎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。这里是有点东西，希望我的体验能带给你一点帮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